现在这几款手机都已经静置了1个晚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广告情况。本期视频建议你先收藏好啊，真的可能啥时候就看不见了。如果说手机这个产品直接影响你体验的方面，除了续航、发热、拍照或者说流畅度之外啊，肯定有系统广告这一项。大家平时就要看到各种 App 里面的信息流推广了，而现在你不打开 App， 这个手机的系统都会有广告，那确实是太烦了。这个问题说了很久，但这2年似乎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了。到2022年底了，咱们来看看哪家的广告多。手机的系统广告主要分为2大方面啊，一个是推送广告，另一个是内置广告。注意，我这里说的都是系统内置的啊，不是第三方 App 里面的。先说一下，当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可能系统版本会有一些更新啊，可能会有些许不同，大家以实际为准啊。我们首先重置了全部手机。开机之后，手动打开每一个系统软件，给予通知权限，并且升级到了最新的系统版本。注意，这里是系统软件啊，比如设置啊、天气啊、日历啊这种官方 app， 我们刻意不打开预装的第三方应用，然后静置手机，秉着1次偶然、2次巧合、3次必然的原则，我们连续进行了3次测试，专门设置了白天、晚上都有的场景，我们静置了2个晚上加上1个白天啊，3次分别统计，而且这3次最后要取平均值。现在你先弹幕评论开一下啊，谁的推送最多啊？3、2、1。首先，华为的广告着实有些多啊，这个推送的广告和资讯平均下来都有16条啊，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有20多条啊，着实吓了一跳。而且除了系统应用之外，预装的第三方应用竟然还有推送啊，比如第一次测试中，华为京东就推送了9条，微博7条，天眼查2条。注意啊，我们前面的规则说了，重置之后只打开系统应用，并不打开预装的第三方应用，更谈不上给它权限了啊，暂时不清楚咋回事，这默认系统反正就是给它开了通知了。我们还专门重置再次验证了一下，结果华为还是有京东和微博的推送。红魔这边虽然通知只有2条啊，很值得好评，但是它预装的第三方 app 虎牙直播有推送，和华为一样，我们也没有打开过这个 app。其次 ，OPPO 11条，小米8.3 ，vivo 6.6，三星2.3，剩下的基本都可以忽略了。vivo 刚发布到 Android 3.0啊，内测版我们也试了一下，结果大差不差啊。拯救者这边没有新闻，也没有广告的推送，表现相当不错。OPPO 有个特殊情况，我们这次为了避免短信广告啊，特意没有插卡，在没有插卡的情况下 ，OPPO 还收到了通过网络短信发送的广告。我们经过数次大小测试呢，发现这个推送呢是存在随机性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他想推他就推。不过我们这回几次实测中呢，之前那种特别恶劣的诱导性广告，比如说之前那个说是送你话费送东西其实点开就是让你开网贷这种广告推送中倒是没有了。可能有小伙伴会问为什么不统计预装的第三方应用的情况第三方随机性呢确实会更高就比如新闻资讯类，它就会不定时的给你推送当前的新闻，而且随着广告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小伙伴呢，这第三方 app 都会自己主动给它关掉通知，你也是这个习惯的情口意。但是这个系统应用就不一样了，它因为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系统通知，很多人呢怕自己错过并不会关掉它们，这也就给了 OS 可乘之机了。内置的第三方 app 上直接出表格苹果依然是没有独占鳌头，魅族6个，红魔9个，这都是比较少的热销品牌那就比较多了。小米有26个本次测试最多的，这个华为21个，OV 也在20个左右，这个三星有23个预装，确实非常多了但是三星是唯一一个你在激活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是否安装这些 app 的厂商，甚至还包括一些它自己的系统 app， 比如说三星的音乐、健康，甚至连计算器你都可以选择不装，这基本就是杀疯了连我自己都干的意思。正在用华为的小伙伴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这桌面上还有一个叫热门推荐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内的应用并没有直接装在手机上，而是提供了一个下载接口，你一点击它就直接开始安装。这个操作就高级了你说这种应用它算不算预装的呢？而且更搞笑的是，这个推荐文件夹下面还有一个推荐预装，大家可以把推广加推广打在公屏上。华为的另一个精品应用文件夹最下面同样有更多推荐，并且这个文件夹内的预装应用还会不定期的更换。好在文件夹内点击右上角的设置，你可以直接给它关掉。vivo 这边呢也有推荐预装，这个桌面上呢会有应用推荐和影音阅读2个文件夹。不过蓝厂文件夹最下面直接就是关闭按钮，这关闭时呢还会提示你是否一起关闭其他文件夹内的应用推荐，其他 OS 则是没有推荐预装。有一个小细节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因为我相信之前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意过
其实手机在你新机开机一激活的时候，就有关于系统广告的设置。这个 vivo 激活向导呢，就有个性化广告和个性化推荐的开关。这 OPPO 有商业服务的选项啊，其实就是广告。但你不看下面的解释，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么问题来了啊，有多少人会在激活手机的时候仔细看这些服务项呢？拯救者激活向导呢有限制广告追踪的选项，而其他品牌啊，包括那几个热销的啊都没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知栏的推送广告和资讯，你可以直接通过关闭通知来解决。但是系统软件内部的广告就没那么简单了。首先，负一屏，拯救者啊没有广告啊，小米和华为也没有广告。华为之前的负一屏备受诟病啊，现在新版但是还没有广告出现。OPPO 前段时间负一屏双11的广告遭到了大量用户吐槽啊，随后 ColorOS 官方声明是工作失误啊，现在负一屏没有广告了。vivo、三星、魅族负一屏都有新闻资讯，且夹杂着各种广告。红魔则是纯新闻资讯啊，还没看到广告啊，再加上小米、华为这几家好评。接下来就是日历、天气应用商店的常用 app。小米、vivo、魅族在我们测试中，日历中啊没有出现前台广告，但是啊，在日历的设置中，小米有内容推广， vivo 有内容推荐，魅族有个性化推荐。大家可以把深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好在他们可以直接关掉，其他家子没有啊。天气 app 魅族没有广告，小米在15日天气详情页中有广告。华为、OPPO、三星、红魔、vivo 啊这5家主页上虽然没有广告，但查看天气详情时会跳转到第三方页面，有资讯且夹杂着各种广告。vivo 在左下角是天气详情，右下角点进去是生活主页啊，有资讯且有广告。拯救者比较特殊啊，这 ZUI 它就没有内置天气 app 这个环节，小米、vivo 差评。应用商店有点特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商店，就是一个商业嘛，大家要辩证看待这里啊。我们在测试时，除了 OPPO 有开屏广告外，其他家都没有，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没碰到啊？魅族、小米、vivo 啊，在搜索软件时直达结果，并没有出现推荐 app， 其他家第一个搜索结果啊，极有可能就是广告啊，有某度那味儿了啊。这三星则是更过分，你要搜索的软件很可能在更下面啊。苹果这边终于啊有广告了啊，这 App Store 里面搜索软件是最上面啊就会有推荐的 app， 苹果这里有比较明确的广告标志。由于苹果的广告相比于非 iOS 阵营确实要少太多了啊，基本可以说躺赢。但前段时间呢，苹果承认啊将增加系统广告这一话题呢也一度登上了热搜。目前呢只是在 Apple Store 里面啊，其他的广告呢其实它是不是广告都有争议啊。比如说你没有订购Apple Music 啊，买了 AirPods 系列的耳机，这个 Apple Music 就会提示你啊，有这个试用期可以用，为自己打广告吧。还有 iMessage 啊，提醒事项啊，共享相册中的这些垃圾短信，这个很多人也觉得非常烦啊。但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些都是第三方的垃圾广告消息，他们只是利用了苹果的分发渠道，可以说是利用了这些小漏洞吧。在这些系统 App 中呢，哪里才是广告重灾区啊？钱包 APP， 你只要用 FC 功能，也就是公交卡或者说这个门禁卡，这钱包呢就是必然会用到的一个 app。因为大家都不太行啊，咱们先说表现比较好的，拯救者联想钱包绝对是一股清流啊！除了交通卡和门禁卡之外啊，其他任何功能都没有啊，更别说广告了。其他各家说实话，大家可以把过分打在公屏上，都是借贷、保险、信用卡各种金融类的广告，展示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啊，生怕你看不到广告，这数量上也是旗鼓相当。只有魅族相对少一点啊，在设置界面里找到功能项可以直接关闭广告的操作 ，vivo 和小米绝对是典型了。在功能设置中呢，能一键开启，但不能一键全关，只能一个个的点击关闭。而且 vivo 的关闭过程十分复杂，你每关闭一个，它都还有一个弹窗。这 OPPO 则可以一键关闭啊，不过它把交通卡和门卡也放在了功能项里面了。这一键关闭之后，这主页啥都没有了啊，你需要注意一下。你也可以选择单独开启或者主页下拉使用。在功能层面，这么多家只有魅族的主界面啊最符合直觉，就直接把各种服务以卡片的形式放在主页了。其他家关闭广告之后，并没有做相应的优化，那些功能还只展示在最上面。这怎么说呢？现在各家这个钱包 app 啊与功能项都有点背道而驰的意思了，各种借贷占据了主要界面。我说他们把钱包卡包这个 app 直接给你做成了一个金融软件，那也一点不过分。交通卡、门禁卡更像是一个附加功能，反倒不如直接将功能做一个单独的卡包 app 来的实在。在底层的服务上，我们也专门研究了一下，小米、vivo、OPPO 它直接引入的是自家旗下的金融平台，或者和银行进行合作啊。华为则是为第三方平台引流，这免得声明还放在了最下方不起眼的位置。各家浏览器主页基本都有广告，拯救者则是推广链接，各种阅读软件基本上也都是广告。但图书资源大家懂的都懂啊，这个用自带阅读的小伙伴请扣波1。之前有小伙伴后台私信过我们关于小米主题广告的问题，我们用了多台小米手机验证啊，目前确实还没有发现有这个广告伪装成主题的情况啊。如果你真的碰到过啊，欢迎留言分享一下。现在我抛出一个灵魂拷问啊，这个小米主题免费有广告，其他家主题收费无广告啊，前者1后者2，你会怎么选呢？我自己啊主观上可能
能更倾向于前者一些啊。主题免费了啊，但是加入一些广告来维持收支的平衡是可以理解的。在系统用内置广告这件事情上啊，肯定有小伙伴在评论或者弹幕区会有什么啊，这些都是可以关的呀啊，你可以直接一键把它们关掉啊，你不会关是你不会用啊，等等等等啊，这类似的话我想说，有和可以关和没有，这是完完全全的两件事儿，而且不要信息茧房理论。我们都是基友，我们知道怎么关。你觉得广大用户那些岁数比较大的，他们玩手机没那么溜，他们会关吗？这期片子其实我们想除了苹果找一个相对来说广告比较少的但热销的华米 OV 都没能够独善其身不是这里广告多就是那里广告多，总体的数量都不少。拯救者呢可能是本身就比较小众算是一股清流。当年的珠海小厂魅族不对。现在肯定应该叫大厂魅族了在18上呢还推过30系统的 Flyme， 但后来又加回去了。这个现实丰满，理想骨感。系统广告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厂商要在追求利益和用户体验上找一个折中点。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副体验的缘由呢，除了厂商本身的利润之外也确实有一部分会反馈到产品上。就比如说，它可以降低一些中低端产品的售价提供更多性价比的产品。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一些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真的就是厂商良心了，他们有办法从其他地方赚钱不过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便宜的咱不行是吧？那对于那些5、6千、7、8千甚至上万的大旗舰，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在系统广告层面的改变呢？这个各家都在说对标苹果发布会上各种花式碾压，恨不得把它吊起来打。那在系统广告上是不是也可以对标一下呢？我非常期待下次是哪家在发布会上说我们在这一层面也跟苹果看齐了我一定免费发微博给你做推广。OK， 本期我们做了大量的测试除了这3次，我们前面还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小测试这个确实连夜爆肝了如果觉得这期片子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更多这个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人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